就在5月20号，瓦格纳军团创始人普里格金对外宣布，已经完成了对巴赫穆特的完全控制，并计划在25号撤出该地休整。但是，巴赫穆特真的被完全控制了吗？瓦格纳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休整呢？接下来，大兵便来聊聊以上的问题。巴赫穆特作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受创最严重的一座城市，自从去年3月以来，俄乌双方围绕该地的战斗已经持续了1年多，特别是在2022年8月1号至今这段时间呢，该区域的战斗可谓是越加残酷。期间，俄军一直对巴赫穆特周边进行轰炸，并且发动了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因此外界甚至将这场战斗与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相提并论，并称其为巴赫穆特绞肉机。在经历了224天的激烈战斗后，现今该地区似乎是终于迎来了定局。5月20号，瓦格纳军团创始人普里格金向外宣布，已经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区域，并表示会在5月25号将该地的控制权移交给俄正规军。瓦格纳军团会后退至后方休整。次日凌晨，克里姆林宫也发布声明称，俄总统普京向瓦格纳军团和俄军表示祝贺瓦格纳的突击部队以及为他们提供必要支持和侧翼掩护的军人。而对于普里格金和俄方的说法，乌国防部并未承认，并表示乌军仍在巴赫穆特作战。不过在5月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与拜登的会谈中，似乎隐约向记者承认了巴赫穆特的失守。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疑点一，在普里格金发布的视频中，虽然宣称已经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区域，但从视频背景声音中，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很显然是从身后的城区中传来的，也就是说，瓦格纳这次可能依然只是控制了巴赫穆特的大部分区域，仍然还有一小部分区域处于乌军的控制下，或者说瓦格纳只是控制了巴赫穆特的城区，并未触及到周边区域。这样一来看似完全控制巴赫穆特的瓦格纳似乎有着被乌军包围的趋势。另外虽然普里格金说会在25号将巴赫穆特的控制权移交给俄正规军，但近几天乌军已经夺回了该镇的不少区域。根据双方武装力量的战报，近几日乌军依然在南北两侧向俄军阵地发起步兵进攻。由于前线消息比较混乱，很难确认双方的交火和控制线。但大兵上网查阅后发现，最近2到3天，乌军公布了许多抓获俄军俘虏的视频，可能又在某个地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现有的战报分析来看，交火的区域有杜波沃瓦西里夫卡、赫里戈里夫卡、巴赫丹尼夫卡、伊万尼夫斯基南侧、库尔久米夫卡西侧等多个地点。而根据乌军方的最新战报，乌军在巴赫穆特区域又推进了2公里，因此大兵推测可能是在克列谢耶夫卡西侧区域。不过大家知道普里格金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让瓦格纳休整吗？首先来说，虽然普里格金宣布完全控制巴赫穆特这一消息，乍一看似乎是瓦格纳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大兵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他之所以会让瓦格纳在之后回后方休整，只是因为其意识到了接下来俄军将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势。其实在1年多的战斗中，普里格金一直非常赞赏乌军的战斗素养和精神。在这次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之后，也意识到未来将面对更加精锐的乌军部队。要知道，此前乌军并未将大批在国外受训的士兵投入战场，这些士兵有着更精良的装备、更强的战术素养。同时，普里格金清楚俄军的目标是整个顿涅茨克地区，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这些乌军精锐部队正面对抗。因此，就算是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后续的战斗依然存在许多未知和危险，瓦格纳不一定能继续胜利下去，这是普里格金必须考虑的问题。此外，经过224天的激战，瓦格纳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老兵几乎死伤殆尽。而这次普里格金在宣布事件后俄媒又整理了一份关于乌克兰守军的名单，内容显示，在过去的200多天里，在巴赫穆特，瓦格纳和乌军至少投入了37支旅。今年4月更是乌军投入兵力的高峰期，达到了7.5万人，这也是瓦格纳集团损失最为惨重的时期。据称兵力损失高达 1.2 到 1.5 万人之间。不得已，此前普里格金还表示，瓦格纳将在5月中旬开始新一轮的招募，但新招募成员的战斗素养根本无法和乌军精锐部队来相比。
所以，虽然普里戈金宣称是为国家利益而战斗，但瓦格纳本质上呢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军事公司。现今在巴赫穆特这1年多的战斗中，瓦格纳赚取的赏金已经能维持数年的开销了。作为一名商人，普里戈金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撤离乌克兰就成为了必然。另外，普里戈金的这个决定可能还和他与俄军高层的复杂关系有关。大家应该都知道，自从瓦格纳接手巴赫穆特战斗后，其实一直与俄军高层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在这次公布的视频中呢，普里戈金甚至直接点名批评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这种矛盾可能源于担心瓦格纳抢了功劳。这一点呢，从俄国防部发出的那个声明中就能看出，瓦格纳是在得到俄军的支援下才完全控制巴赫穆特的。你品，你细品。因此呢，基于普里戈金的本分也好，直觉也罢，选择这时候让瓦格纳后退休整才是最优选。其实大兵在仔细分析了瓦格纳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后发现，说不定该军团在某些方面还帮到了乌军。首先呢，由于瓦格纳主导了巴赫穆特之战，且表现相较于俄正规军过于优秀，再加上瓦格纳在后勤和薪资待遇等方面被严重优待，让俄正规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不平衡。毕竟瓦格纳成员每个月有着近3000美元的薪资，而俄正规军每月呢却只有约300美元，这样的心理反差是非常严重的。基于以上原因，使得俄正规军一直和雇佣军不太对付，再加上经常抱怨俄罗斯国防部的后勤补给不足，间接打击了俄正规军的士气。某种程度上，瓦格纳其实是进一步削弱了俄正规军的作战能力，这恐怕是俄国防部也没能想到的事情。不过呢，如果这次俄军确实是能完全控制巴赫穆特，那么俄军未来又会有哪些动向呢？如果说这次俄军真的是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那么将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所取得的第2个重大战略性胜利。其实，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无论你打赢对方多少次，你都无法动摇其根基的话，那么这就只能是战术性胜利了。而无论你输掉多少次，只需要赢1次就能动摇对方根基的话，那么这就是战略性胜利。而在俄乌战争这1年多时间来，俄乌双方的交锋基本都是在战术层面互有胜负的，真正能左右战局的胜利，俄军只有2次，其一是马里乌波尔，其二就是这次的完全控制巴赫穆特。其中呢，马里乌波尔那次，俄军算是彻底打通了南部通道，进而将顿巴斯和赫尔松、扎波罗热、克里米亚连接了起来，确保了俄军人员、装备和物资能直接通过陆地快速运输，因此算得上是战略上的胜利。而巴赫穆特呢，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它是乌东地区的电力、公路、铁路的重要枢纽，连接着各大城市。一旦俄军能够完全控制巴赫穆特，就能向4面8方发动进攻。主要进攻路线有3条，其一向北攻打塞夫尔斯克，拿下后呢就能包围比洛戈里夫卡；其二呢向西北攻打斯拉夫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在拿下双子城和塞夫尔斯克的基础上，就能完成对红利曼的包围；其三呢向西南攻打君士但丁罗夫卡。因此，在控制了巴赫穆特之后，俄军只需要再打下这几个城市，就能完成对周边城市的控制。反之呢，如果俄军没能控制巴赫穆特，那么乌军就能通过巴赫穆特向周边城市运输兵员、武器和物资。到时候，无论俄军想要打哪个，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不仅如此，俄军一旦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后续的进攻方向也将有着很大的可调整性。俄军随时都能改变战争路线。如果乌军在君士但丁罗夫卡部署大量部队，俄军呢就能转而进攻塞夫尔斯克或者双子城。如果乌军在双子城部署重兵，俄军又能转而进攻君士但丁罗夫卡或者塞夫尔斯克。这种情况下，乌军就会极为被动。当然，这是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未来俄军将双子城作为进攻目标，想要取得胜利并不容易。首先呢，与巴赫穆特不同，双子城战前的居民高达20万人，而巴赫穆特战前约只有7万人左右，规模远比后者大得多。俄军如果进攻这样的大城市，付出的代价必然是要高于巴赫穆特的。
而现今呢，俄军似乎也没有能力进攻双子城。虽然俄国防部在去年秋天的灾难性挫折后，一直在尽可能的鼓动俄正规军的士气，但从今年俄正规军的战场表现来看，他们的作战意志和进攻积极性依然很低迷。在瓦格纳硬啃巴赫穆特的时候，驻守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3地的俄军并未采取大规模进攻，而只是与乌军围绕几个村庄、城镇进行反复争夺，或者持续炮轰乌军阵地，操作无人机定点打击乌军目标等等。唯一例外的是2个地方，即巴赫穆特南部的阿夫迪夫卡和顿涅茨克西部的马林卡。这2个城镇的主攻部队是顿巴斯民兵和俄南部军区部队，也就是苏罗维金的老部队。因此，就整体来看呢，前线战场上的俄正规军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进攻积极性。当然了，这半年来呢，俄军也并非是什么事儿都没做。俄军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修筑了大量防线，似乎是放弃了与乌军进行运动战，转而打算在阵地战中慢慢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最重要的是，俄军面临的困境在于，现阶段很难再组织起一支像瓦格纳这样能够承受起那么大伤亡的部队了。总结来说，围绕着巴赫穆特区域的争夺并未结束。虽然现今俄军控制着该地大部分区域，但乌军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近几天的猛攻也验证了这个观点，未来恐怕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大家认为，俄军会让哪支部队代替瓦格纳来镇守巴赫穆特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